感染後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就是體溫上升期，而且這個階段來得越早，代表身體越快啟動免疫防禦。那麼體溫上升期有哪些主要特徵呢？既然叫做體溫上升期最重要的生理變化就是2件事：增加產熱以及減少散熱。另外，感染對於人體來說是一場生存危機，因此身體還會同時啟動應激反應，交感神經開始興奮，腎上腺素與皮質醇大量分泌，讓身體進入備戰狀態。所以簡單來說體溫上升期就是應激反應加大量產熱，所有症狀幾乎都離不開這2個核心。傷寒論把這個階段稱為太陽傷寒，其中太陽代表的是太陽病，也就是急性感染的初期，而傷寒則特別指感染初期的體溫上升階段。傷寒論原文說，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，必惡寒，體痛、嘔逆，脈陰陽拘謹者，名為傷寒。古人寫書非常精煉，幾乎每一個字都有它的用意。首先，既然是體溫上升期，代表人體正在努力升高體溫。不過每個人的升溫速度不同有的人體溫已經燒到39度，還在繼續往上升；有的人體溫還沒真正升高，但身體已經開始準備升溫了。因此張仲景才寫或已發熱或未發熱。也就是說，有沒有發燒並不是判斷體溫上升期最重要的標準，真正的關鍵是後面的3個字：必惡寒。也就是說，一定要有怕冷發冷的感覺，因為怕冷代表身體正在減少散熱，增加產熱，這才是真正的體溫上升期。確定有產熱模式後要看到另一個重點：應激反應。傷寒論接着提到嘔逆，意思是胃部不舒服，食慾下降，甚至噁心想吐。為什麼感染時會這樣因為交感神經興奮後，人體會把血液優先供應給心臟、肺臟和骨骼肌，胃腸道供血減少，消化功能自然下降。所以很多人生病時沒有胃口，甚至看到食物就想吐這其實是正常的生理反應。除了食慾變差以外應激反應還常伴隨着心跳加快、頭痛、疲倦、全身無力、精神變差等症狀，這些都是交感神經活化後常見的表現。另外，傷寒論還提到體痛，也就是全身痠痛。一方面，人體為了快速產熱，骨骼肌會不自主增加代謝，耗氧量增加，乳酸等代謝產物增加，就容易刺激神經，引起肌肉痠痛。很多人劇烈運動後的肌肉痠痛就是類似的道理。另一方面感染時免疫細胞會釋放大量發炎介質，例如前列腺素、細胞激素等，它們同樣會刺激痛覺神經，因此全身痠痛往往是感染初期最典型的症狀之一。這也是傷寒論為什麼把必惡寒、體痛、嘔逆放在一起描述，因為它們共同反映的正是感染初期產熱反應與應激反應這2大生理機制。如果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也把它分享給你家中長輩、親朋好友。想了解更多中醫與現代醫學的臨床真相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們下次再見。